再我回答你前几天有一个问题，这个关于修正主义。修正主义呢，是根据苏联、匈牙利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以后解体了，变为现在我们国家这种形式私有化。毛主席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那他是最同情工人和农民，没饭吃，从吃二片苦，没人管他，自己干自己的事。现在不就是这样吗？是不是？他就说，只要国家体制产生变化，一个党内变了，党不管这个事了，散伙了，解体了，这个社会主义就不叫社会主义，叫修正主义。原来是这样子来的。第二个呢，他的政策变了，他不是搞集体，不是搞国有，而是搞个体。第三个呢，取消了阶级，没有阶级斗争了。那么，你这个工人农民就成了被剥削阶级，跟别人打工，跟别人做苦力。这个三个因素凑合在一起，就是社会主义变成修正主义，变成资本主义。有这么多的一个内涵哈。对对对，我当时理解。所以毛主席到死都担心国家要变修。他之前跟刘少奇斗也是这样子，也是因为征求刘少奇的这个思想，他赶不上毛泽东。毛泽东又深谋远虑，他是近视的，讲现实的。现在群众很困难，搞点自主队，各搞各的，就搞一下，就活起来。他是这样想，但是他这一搞，社会性质就变了，集体变成个体，个体就有剥削，有剥削就有贫富差距，有贫富差距，社会性质就变了，就变成资本主义了。资本主义搞，他也就是穷的穷，富的富。这么说，毛主席之前他还是坚持集体主义的，但是等他死了以后，就也是变成修正主义了吧？这个状态。可以这么说，但是中央还不承认自己是修正主义，他是现实主义，他是跟着现在的情况没办法，已经分了，15难15回来，富人他不肯同，富人他也不同意走这个集体，穷人愿意走。现在集体农资啊，国有资产的全部流失，都被私人侵占了，你搞不起来。他真正搞集体，他搞了好多年了，由初级社到高级社，高级社到合作社，合作社到人民公社，搞了好几年的，52年搞了5、6年，57年，57年才搞合作社，58年才搞人民公社。原来是这样哈。那我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，就是粮食车队你们91年，你89年就没做了，91年就还是给他们承包了，然后是等于是亏本了是吧？倒闭了。我走了以后，他就亏本了。他本不了，他是用资产阶级那一套，用奖金挂帅，刺激职工。工人他不吃那一套，他是把车子开出去，我每天我只交你100块钱，但是我产生的利润300块钱，我都不给你，我就给你100块钱，这200块钱跟他私人占有帮了，他管不了，最后就成了这样的。第二个呢，车子又老化了，又折旧啊，修理啊，他坏掉了，他就归公家。好的，他都归到私人。他有的私人家里开了汽车，买了汽车，他把公家的这个生产资料、油布啊、车胎、轮胎啊，他就混到他私人车辆里，他家里的破的轮胎交给国家，交给单位，单位又不知道，他没证据，他就跟他换新的，这样子只有亏本的。就消极怠工，偷费，这个投机倒把。走到路上，或者在非洲到非东这一段路，不比现在也可以监控，原来没有，靠自缴，靠自己自缴。到非东是500块钱车费要交，但他走到那个山洞那里，他打个短途跟人家拉东西，人家拿钱给他，他不交，把钱都装到自己口袋。这个是单位集体只有垮，到单位里奖金也要，工资也要。他怎么不亏？肯定亏了。第1年他承包，他就亏了9万块钱，将近10万块钱。第2年呢，粮食局一个副处长跟他到福建人调皮，他到这租车子，
这一年交多少钱？做了3台日本50的日本大车子，那个一拉着，它的吨位是12吨，实际他还拉20吨，22吨都拉。他拿出去到纽约日夜开了以后呢，赚的钱他都不交这个车队，他全部，结果1年追不回来，第2年追不回来，第2年去找他，人都找不到，车也没有了，人也走了，车也走了，这一年就亏了27万。这样子，所以国有经济全部都倒闭了。那这么说，倒闭以后是什么形式代替以前的车队做内运输车粮食啊？什么形式？要上货了，车子卖给私人，他粮食只要认粮的话，他就跟私人联系，跟司机联系，就等于是没有这种集体的形式了，就是他赚的钱就成了他私人，各搞各的是吧？也是他私人，各搞各的。所以这个分田到户，农民田地都没有了，田地都长毛长草，他没有收入，种粮这个粮价低，他也发不了财。你种粮有几个赚钱？赚不了钱。但是1块钱100斤粮，1毛钱长得好的也是1000把斤，是吧？1000把斤也是几百块钱，你怎么养人？还有农药、化肥，还有农具，还有耕牛，还有农工、木工，所以农民是赚不了钱。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农村还是搞集体的一个形式会比较好啊，发展会比较好点。集体好的主要一个是老实人不吃亏，老实人他吃了饭就是干活，他一个月有一天10分工，一个月有300分，他过年的就有1000分，是吧？调肥的今天做一下我请假，我明天不来啊，我有事，他赚不了工分，他是想挖点子，搞自己搞。但在集体上你是跑不掉的，你要调皮开会，大家提意见，他要脸吗？他是那个，你如果是跟名声搞错了，老婆都讨不到，本村人都知道。人家哪个女孩子说给他做老婆，人家打破这个小不行，很泡，很调皮，现实，人家是泡，打破的就人家都不跟他，他老婆都很困难。是哈，是有它的好处。你现在理解了集体？理解。集体，毛主席用心良苦，他是3万农民吃苦，3万农民被别人剥削压迫。你现在跟人家打短工、打长工，实际上他一天可以拿300块钱，他就给他50块钱，250被人家老板占着，就剥削了。现在很多农民工60多岁都来带孙子，结果到城市以后一身的病，他吃的稍微比家里好一点，睡得好一点，劳动少一点，结果呢身体发胖，一发胖高血压也来了，心脏病也来了。他在家劳动的天天出汗了，在个集体干活很快乐，也除草，一盘你一米我一米，一路冲过去，边除草边开玩笑，还说实话很有味道的。到了时间队长吹哨子，休息他就可以休息半个小时，所以休息在外面集体男的女的老的事开玩笑，唱歌啊，或者是讲故事啊，聊聊天啊，讲家常啊，很有味道。他晚上呢，要是上面拿着文件有政策，要参加开会，听传达，开会记公分，边记公分边开会。刷到他们那个进城以后身体差，就还是蛮有体会的。好多人都是进来以后心情不好啊，各方面的原因就会身体又差了啊，又没劳动。再一个还有的没有钱，捡破烂，营养也跟不上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心里很委屈的，有的媳妇没有贤妻良母，他还有一些给他背啊，心情更难受。多了。是吧？这样的身体就更有一块。是的。这是我对现在的分析，要是有能力的可以搞个调查报告，但是编不出去，也是负面的。哎呀，毛主席在湖南读书的时候，他跟那个萧子升嘛，
他的游学，他游学是到处跑，干啥呢？调查研究，调查研究，所以他搞了个湖南农民认的考察报告，农民分成几层，几等，就是分成阶级，地主是地主，富农是富农。他就这样调查来了。就这样调查来，他知道大多数人是农民受苦，工人叫无产阶级，他没有房子，没有财产，整天在那打工，所以叫无产阶级。农民的是有房子，有农具，他有点财产，就这样。所以你要仔细琢磨啊，毛泽东是特别的伟大，特别的伟大。为什么他死之前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？文化大革命的核心是要技术革命，技术革命就是要继续走他的路。你走偏了就是走资本主义，你跟美国联合在一起，崇洋媚外，也是修正主义，就是崇洋媚外。看到美国社会发展快，它工业基础好，它的收入高，它纳税多。我们国家是穷，白手起家，税收也没有什么税收。所以真正的国家存款是75年周总理向对外宣布，既无外债，又无内债，业不未富。到了这个国内啊，没有贪污盗窃，很少，很少。那时候贪污腐化的相当少，有数字很小，或者几百块钱、千把块钱，张金山、刘子正那时候只有现在的人民币也就1万多块钱。过去我记得小时候50几年，它是1元钱就1万，是吧？以后是人民币出来以后就1元，1元1角、5角、2角、1分、2分、3分、1分、2分、1分。以前的是叫银元嘛？不叫银元，是国民党清朝时候以前，国民党时候叫银元。清朝时候铜币，这是铜钱。铜钱。那后来解放以后还不叫人民币啊？国民党也有纸币叫篆，叫货篆。券。都是也有10元、100元、1000元、1万元。1万元就相当于毛主席成立国家以后搞的人民币，1万元就改为1块钱。原来叫1万。看来那个时候1块钱挺值钱啊。对，原来那个秤16两的秤为1斤，16两，16两1斤啊，叫做半斤8两是吧？对，就是。怪不得，我说怎么回事？对，以后的度量衡统一了，为10两为1斤。半斤8两是这样子来的。对。是昨天我到楼下，人家问我几多钱，我说我没有什么好多钱，没买回去就可以。他说你年薪加工资，我说我最反对加工资。他说那怎么跟你加工资啊？我说我最不赞成加工资。越加，贫富差距越大，农民更可怜，没有钱的人更可怜。我说你把物价好好抓一抓，把质量好好管一管，社会这个物价稳定了，钱少可以买东西吃，饿不死，我工资少点也可以。你为什么要加工资？这边家里1个月加个10几块钱，你还没加，要上饭就知道了。干不加工资，这个辣椒要提高一点，豆要提高一点，物价你听不上去，你白加，是吧？我那个放电的那个仪器往里面一看，你这个超标了，超标不能卖，那你就不卖了，你卖我就放你款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秤少了1两，我要放你款，你就要买电子秤，买国家统一批发的那个秤，你这个秤我就缴掉。你管这个事了，国家工作人员管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东西，你不要管那个人家排个摊子你也去赶，赶着东奔西跑，那像个花嘛像，人家没饭吃，我不卖，是不是？你不给钱我，或者是我打算斗你1万年，
我讲你了，我讲一个人。尼克松也派他在家里就学了毛泽东思想，学了毛泽东制作的。他说你老人家不是说1万年太久，至真周期吗？我是到你9天多，到你9天9分也，还要斗。那个周总理也是一样的，人家外交上说你中国人为什么走路都低着头走啊？周总理就回答：我走上坡路啊，你走下坡路，我走上坡路肯定是低头。你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说无产阶级资产阶级？他在道德层上说，我那边说了几百遍、几千遍，反复的说，反复的担心国家变颜色，他就是从城镇，从当官的也是一样，当官的也变富，有的几十个老婆、几百个老婆，那个是富华多落，人家各处房店3公6倍，是吧？当你自己搞自己，领导要干扰，他不愿搞，怎么搞不起来？只有城镇外面搞才搞得起来。对哈。所以他接近红卫军8次，他接近了基层的造反派，还有骨干，才搞起来，才闹跟当官的闹起来，向他写大字报、发明大方、发辩论，不然搞不起来的。那个时候好像没有，你说。但是刘少奇也搞了组织了，就政治队了。他这个政治队是维护领导的党，所以以后称之叫保皇派。他不听领导意见，维护领导权威。这个是专门找岔子，听领导意见，专门找领导的问题，就操盘派。是这样的。好，早点休息啊。可以，好。也不能影响你。不影响。再见啊。好，晚安。谢谢叔叔啊。